你在骗我吗？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好，这里是袁某人。S15的大幕终于拉开，所有队伍都在瑞士轮的激战当中。那大伙儿自己支持的队伍目前表现怎么样呢？瑞士轮是战队们打 BO1 拿到2胜或者2败后就开启 BO3 晋级赛的赛制，所以呢无法提前准备，自然爆冷的概率比往常更高。毕竟是 BO1 嘛，偷鸡的可能性还是有的。而且随着越打越后面，格局呢会越来越乱。比如Genji和 T1 就即将在下一轮相遇，谁输谁就要掉到1-2这个被淘汰的边缘了，可以说非常刺激。如果说 T1 不敌 CFO 还算是情有可原，毕竟 LCP 1号种子还是有含金量的。那 BLG 输给100T 这个美洲3号种子，就确实有点让人不知所措了。但好在 AL 没出问题，在地狱赛程下杀了出来，接连战胜了韩华和Genji这2支顶级强队。最终呢2-1击败 CFO， 拿到了第2张8强门票，也算是让我们 LPL 观众感受到久违的胜利了。而 BLG 虽然爆冷了一局，但我相信他们的韧性能调整回来。而滔博虽然不敌 KT， 并且进入到经典滔博环节，但起码2胜在手啊，后续还是有调整容错的空间的，所以相信就完事儿了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分别来聊聊 LPL 各个战队今年的瑞士轮初体验吧。首先是1号种子 BLG， 谁都没有想到啊，谁都没有想到 BLG 上来第一场就给我们整了波大的。我这场的表现和 Shadow 此时的表情是一模一样，本来以为是好钱喜提1分，结果上来就输给100T 了。100T 是个什么队？我之前都没关注，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棒加盟的时期呢。然后看了一下网友分享信息，我才知道他们的上单甚至是教练转的，还是一个印度人，这下成印度俘虏了。而且100T 啊，明年就要退出联盟了，这下复仇都没法复，兵哥的这个吕洞宾怕是要载入史册了。但换个角度想，能让100T 的上路有继续打职业的信心，这未尝不是件好事。I wasn't actually homeless. I just worded it homeless. It was teamless, and then I was pretty much done with League. I don't think I was gonna continue trying to go pro because I just didn't really see a path to get to this spot. 但我们回归游戏来讲 ，BLG 和100T 的差距，哪怕兵这样送，我认为也是要赢的。BLG 爆了这样的冷，我认为游戏理解这块肯定有一些参差。从局内来看，第一波丝血梅杀掉赵信是一个伏笔，第2波没闪的野辅有点着急入河，被打了波小节奏。从这波开始啊，我就感觉 BLG 这套阵容是有问题的，因为真的没伤害。皇子是一个痛打落水狗的类型，他的持续作战能力是不强的，只有他追别人的时候才觉得他很厉害，尤其他前期 EQ 玩 CD 太久了。同时女警加岩雀的爆发也极其有限，你前期最多一个 Q 加爆头的伤害，你 W 很难夹到人的。所以虽然蜘蛛能补足一部分，但如果被反开的情况下，进入一个肉搏状态，其实 BLG 的阵容很虚，而 BLG 又不是那么爱兵线运营慢慢打，他们喜欢抓机会，然后这个情况就一直延续到了团战。因为 BLG 这个阵容虽然容易有限，但很难造成击杀，虽然有了一定的经济优势，但感觉团战就打得很不舒服。这点跟 T1 输给 CFO 那场有点像，就是 C 位有持续但无爆发，前排根本撑不到对手减员，然后你也不敢主动开。可以说女警和皇子这2个 BLG 1、2楼先出的英雄是没有表现出对应的价值的。具体点看，这把真正导致 BLG 彻底爆炸的是22分钟的这波龙团打输了，而前期的一些小伏笔只是说让优势没那么大。而这波团战我们可以发现 BLG 整个队伍的站位就是不舒服的站位，兵这里从侧翼给后排压力，但由于 BLG 的辅助是蜘蛛，正面前排只剩一个皇子，而后排呢还得提防渣男的 poke， 所以皇子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移动的空间，他后退阵型就全部得退。那龙怎么办？你不可能 EQ 去抢龙啊，而皇子他往前开，即便你说越过塞恩，挖掘机他能跟上，但女警和岩雀跟不上啊，跟得上你双 C 的伤害量其实也不够，所以整个团战看着就很痛苦。但如果我们把挖掘机放在正面会好一些吗？其实也不会，因为100T 前排一定是更肉的，而挖掘机皇子即便吃了控制，BLG 的双 C 也很难打扫完战场，而这个压力会从中期一直蔓延到大后期，直到双 C 手里有3件半开始才会缓解。我当然可以说啊，前期优势不够大，够大不会这样，但能领先多少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变量，导致这里难受的原因，我们当然可以归到前期雪球不够快，但我认为还是阵容配置的曲线确实不那么舒服。说白了 ，BLG 是一个既没有边带，又不是很有正面的阵容，然后阵容发力曲线又不那么舒服，就很吃 BLG 快速穿线的能力了。这样的节奏，我认为是不适配 BLG 风格的。你要他们打得不装是很难的。我反正觉得 BLG 输的这场，除了打得确实太装以外，阵容理解的缺失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。前者本身就是 BLG 特性的一部分，而后者提高才是关键。
关键。我也不是甩锅给毕伟，我是觉得打100T 这种可能他没有情报的弱队，BLG 有点想得太复杂了。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就是呢，瑞士轮的前2天，皇子是作为出场率最高的英雄的，然后1把没赢，而岩雀同样胜率感人，8场里面只有3场胜利，而能赢的选手分别是 Faker 和香克斯。我是这么看的，在全英雄 Open 的情况下的 BOE 主导权和战力才是关键，而这2个英雄在前期对抗上太看队友脸色了，属于高手阵容。但 BOE 如果你认为你硬实力更强，其实就拿不出线，然后打团有作用的就行。皇子并非优质前排，想要发挥皇子的强度，其实要配坦克上辅，城墙越多，皇子才越强。同理去看岩雀，作为控制输出都稳定的 C 位，前中期更是一个刮痧女天王，他没有击杀效率，更偏运营。我觉得这是个版本并不算好的中野组，主要是 BLG 不适合中野没伤害的组，这会让 BLG 这种有极强进攻欲望的风格变得束手束脚。因为 BLG 有机会一定想操作，虽然 Elk 和 ON 的女警蜘蛛体系独一档熟练度绝对够，但中期团战实在太软弱了。女警有一个很尴尬的节点，就是她必须要攻速鞋，而攻速鞋加收集者要4100块，在没人头的情况下会很卡手，所以即便女警能压制塔皮，其实也帮不了队伍什么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女警不是一个擅长打 BOE 的英雄，不是这个英雄上不了版本，而是目前瑞士轮 BOE 的生态下真的很一般。我觉得 BLG 真要敲响警钟了。BOE 这种比赛，首先打法上就不能太装逼，其次是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版本优先。我觉得皇子拿了以后，下路配女警真的有点败笔，然后再加个岩雀更是差劲，就有点用力过猛了，没必要。就老老实实出好运的上中野就行了。我们就不说 BP 它如何达成啊，我们只看这个选完的阵容。这里如果兔子和岩雀互换，那我觉得 BLG 这边怎么浪都不会输。这把100T 其实就是人家兔子加塞恩，然后2轮根本没法处理了，女警也压不了什么炸弹人的发育，加上自己打得也不够严谨。不过换个角度想，可以说是敲响警钟的一次失利。不过换个角度啊，如果 BLG 不输这场，第2轮他们就要打滔博了。你们说有没有可能兵哥在挖隧道的时候又看到未来了，给滔博哥送个简单的，然后自己继续欺负欧美？虽然输的确很丢人，但我确实认为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而且 BOE 其实爆冷我虽然难受，但是能接受的。主要是前天 IG 刚输嘛，然后 BLG 也这样，我说真的有点心态崩了。还好呢 ，A 瑶和滔博给力，然后第2轮打 Fnatic，BLG 还是毫无疑问的拿下了。从这场我就看得出 BLG 是有转变的，这点很好，你再改变就行嘛。我认为最值得点赞的一点就是兵选择了鳄鱼以后啊 ，BLG 下路在本身很劣的对局下是没有选择牺牲兵去让下路舒服的，而是靠打野的 gank 来缓解，然后就靠个人能力完全打爆了。包括中期的收枝啊，你看着好像 Fnatic 连吃2条龙稳定了局势，但经济面上 BLG 是置换到一些东西的，然后一波非常规的鳄鱼闪现咬给 Fnatic 打炸掉。说白了，这个版本有经济都能 C， 关键是别急，不要打一些一看就不好操作的团。BLG 拿到了更主动、更有对抗的中野组合后 ，Shadow 的变奏 Knight 的线圈也让整个局势更可控。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大后期推加前，这个13级的女警点17级的发条，真是一点血都不掉呀！我是看乐了。这个 B 英雄练当然还是可以练的，但瑞士轮 BOE 的情况下，我是真不建议拿了，没必要，多的是效果更好。接下来我们聊聊2号种子 AL 这2场硬仗。AL 是先斩 HLE， 再击败奸己，把 LCK 2大战力都打到了1-1。接下来在和 CF 的对局中让1追2。AL 怎么说呢？打 LCK 的这2个 BOE， 我只有一个形容词，那就是硬。2场都是深啃下来，没有那种偷鸡的感觉，而是我就跟你摆开阵仗，咱比运营比肌肉，硬是给 LCK 2大强敌翻了2把。第一场打 HLE， 贼卡在这种顶尖对局下直接人晕了。我现在怀疑他和小奶油之间是存在有沟槽之力连接的。贼卡呢把沟槽之力吸满，就真的是看得让人想把吸把了。而小奶油则完全夺舍，打得贼有22年贼卡的风采。这把贼卡多逆天呢，就感觉不如大乱斗玩家。他能水滴完全不出，然后20分钟直接裸大天使的，他真的神了。大伙能理解我20分钟这波厄塔汉团时，看到贼卡身上那25层大天使的那种救赎感，我一度以为是 AI 搞的鬼。只能说这波团要是贼卡有大天使，那结局真不好说了。以后沟槽之名给你了贼卡。那抛开贼卡，其实2队的操作是真的挺不错的。Viper、宙斯的发挥也看得出顶级强队的风采，而 AL 的竞技状态同样非常优秀。其中最让我欣喜的是塔赞的潘森啊，潘森的削弱会导致很多打野都放弃这个英雄，但塔赞还是能够把这个英雄的强度发挥出来，其实就是一个利好，因为你不用吃班被抢了。而这把香克斯的蛇女也打得非常好，这把的转折翻盘就是厄塔汉的这波阿闪，太漂亮了。打 LCK 的队伍，运营能力是你和他掰手腕的那个机会，而最终还是得靠点肌肉去达成的。而这场韩华逆天中路的发挥，导致他们真的就少了一个人。这把 Hope 虽然对线端爆的有点厉害，但我觉得不怪积分王啊。我还是那个观点，每个选手风格是不同的，定位是不同的。这把中野是输出主力，而 Hope 本身就是绿叶定位，他要让 Kill 动起来，而且团战端他也很敢打，去尽力创造收割的环境给队友，我觉得足够了呀。之前前瞻时我就说过 HLE 这个队伍太个人能力了，宙斯 Viper 真的团战的很多小处理看得让人心慌慌，尤其卡莎那个4杀落袋后，但 AL 他能扛住这种压力，并且节奏上是一直领先的，这点非常重要。AL 这个队伍啊，打团打的是真的很好，就是他们很有思路，而且很团结，加上换线
抗压这块非常能发挥圣枪哥的灵性和大局观，所以反而 AL 节奏啊比季后赛要稳定很多了。而 HLE 这边少一个人，那团战协同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怪味儿啊，感觉心不齐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即便 Viper 的卡莎这个数据那也是无力回天的，而且老枪的这个绝技啊，我只能说地地道道。更让人惊喜的是 AL 第2轮打奸计 BO1 的话 AL 肯定是完全不虚的。奸计我跟大伙说过嘛，他们的优势是长盘 BO5，因为他们每一把都能保持同样的强度，而现在 BO1 全 open， 那谁怕谁啊？这场奸计走的必须板子和韩华那场几乎一模一样，就是把极低胜率的皇子我不要了，改拿胜率更高的小赵，包括打法也和 HLE 一样，直接走 AD 换线的路子，同时又办掉了 AL 的云安娜、蛇女还有 Nico， 意思就是你们拿不了上一场赢的板子，然后 AL 真就掏出一个新的体系，正面干碎了奸计。这把波比的摇摆非常精彩，意思是没之前双 C 拿了，那我就拿波比防你奸计，拿皇子去强开，然后确认你打野后，我直接奇亚娜亮剑。而在第2轮 AL 直接上刺刀底库飞机体系。我这么说吧，在第2赛段有个时间是所有队伍玩飞机都输的，版本陷阱谁用谁哭，只有一个队伍的飞机能赢，那就是 AL。所以在 LPL 很多队伍是不敢给 AL 飞机的，而这场 Hope 也是极其稳定的发挥。积分王确实是个飞机高手，你真说 Hope 这场多秀，打得多有进攻性，反而不是，但恰恰是这种大隐隐于市的输出风格，才兜底了 AL， 撑住了中期。这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，Hope 的飞机是打了全场最高输出的，相比史蒂这把 C 了一整局，但就是飞错一波，节奏就不对了。这场比赛的强度是比 HLE 那场更高的，毕竟没有 Zeka 这种奇怪的人了。甚至你真说奸计做错了什么，我感觉也没有，大家都打得很合理，所以局势非常紧张。奸计这个阵容后期是很猛的，但 AL 做的最好的点就是他们不急。说真的，史蒂卡莎拿完4杀我都他妈急了，但 AL 真不急，就运营资源，然后慢慢抓优势，回合打你。就这个游戏，只要你局势没崩，哪怕理论上你的后期不如对面，你一样有机会。这把不急的底气就是有龙魂和发育，在团队稳得住的基础上，我们才能看到明星选手的上限发挥。这场 KO 的波比至关重要，只能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团战处理，但只靠波比也是不行的，而是 AL 整个队伍都像机器一样，他们能想到一块去。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圣枪哥的站位，他怎么去卡位置的，包括香克斯的岩雀封路怎么去限制的。可以说 KO 是最大的功臣，但也离不开好的团队信任彼此。我觉得这2场胜利最大的价值不仅仅是拿到了2分，而是 AL 能够证明我就是能靠我这个风格去啃下最强对手的。而这样的胜利对输掉 MSI 和 EWC 的 AL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第3赛段他们一直给人一种拆点的味道，就是那种信心啊是很虚的，是说自信而不是真自信。而这样赢下 HLE 和奸计，我觉得这个队伍肯定有自信了。这个自信不是说我目空一切天下无敌，而是我知道哪怕我失误了，我没发挥好，那团队是可以给我兜底的，我们是有上限的。当你认为你自己都有上限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急。何况他比这场看到奸计封锁后的整个摇摆应对，我觉得都很棒啊。说真的，能给史蒂弄急眼，我是真没想到。这也说明 AL 游戏内容上是真没毛，虽然肯定有失误和打得不够好的地方，毕竟是翻盘局嘛，但整个队伍我认为已经是有蜕变的样子了。当然，随后面对 CFO 的对局里 ，AL 是2比1险胜了 CFO。AL 是赢了，但我得说啊 ，CFO 这个队伍理解和操作是真的好。这场还是硬仗，但也是我前面表达的那样，只要你相信你可以，哪怕你输了1波团、2波团，甚至1局，没关系，都得回来。当然，我还是秉承着不开香槟的做法。目前来看呢 ，AL 虽然率先挺进8强，运营也很 OK， 但中期总会出现一些不太应该出现的团战画面。那这一点我认为是后续可以加强的，包括转线这块 ，CFO 打得真的很好，所以也希望这场比赛成为 AL 后续进步的养分。不开香槟，请继续以挑战者的姿态去打完后面的赛程吧。滔博哥瑞士人的表现，我只能说确实是 LPL 队伍里虐菜虐的最舒服的。滔博虽然打的对手啊没 AL 那么有含金量，但能赢也是赢啊。在虐菜这块实在有点无懈可击了，赢的局呢挑不出什么毛病，毕竟是我们的常规赛大王。BO1 这块是手拿把掐的。本来聊到滔博，我是想狠狠吹他们一下的，然后给涛粉们长信心。结果打 K7 这个公认最弱的韩国队，居然被0比2带走了。滔博哥，你们能不能让我吹你们一下呀？我真的很想吹一波啊！我心里面其实是觉得，就算要输 KT，起码也是一个1比2输嘛。但看完这个 BO3，我发现滔博现在真想送国豪走了。其实第一把打输，我觉得最起码大方向是对的。滔博只是在很多细节上打得有点着急，但其余的运营啊、转线啊这块都还是很在线的。可第一把爆炸后啊，滔博的经典来了。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滔博只要进入到某种状态，那队伍就蔫了。就拿卡纳比这个反野仙人来说，我们从常规赛再到季后赛再到世界赛，卡纳比送出过不少，但也 carry 了不少。但问题就是这个发狂的阈值是在哪里呢？我现在发现了，那就是只要上一场卡纳比他出问题，那么下一场他必想找回场子，然后就带队狂送了。而行第一局的 Nico 确实处理的也不好，发挥有点迷，但他们2个的糟糕发挥是延续到第2场的，所以就是打野在发狂，辅助在梦游，这个版本野辅很重要。他们一旦急了，那就完蛋了。我说实话，我个人觉得小奶油的竞技状态还是很不错的，除了安妮的大招砸的熟练度略
略低外，其他时候真可以，就属于手很热吧。我觉得后续滔博他得换策略了，要把下路优先级重新拉起来，给下路抢对线强的组合才行。不然以现在世界赛的强度，让哥哥发育去打团，然后队伍里只有中野这么一个轴心，那强度是真不够的。现在滔博可能需要把下路优先级调高，然后让小奶油多拿兜底的角色，他手热兜得住。哎，看完滔博打 KT 真的是有点想说什么，但算了，毕竟还有机会。虽然滔博虐了我很多次很多年，但我还是希望滔博哥接下来调整好吧，尤其是对版本优先级的处理上，我觉得 KT 的 CFO 真的是做得够好的，希望滔博能够调整回来吧。切拜啊，千万别变成像去年 DK 那样送票啊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聊聊 LCP 赛区，不仅仅是因为 CFO 击败了 T1 爆了波大冷，而是他们真的很强。当然，我还是得先聊聊卡萨，先说一下卡哥所在的 PSG， 这个由前闪电狼、中野下组成的队伍，说实话，看他们打完歼击打 HLE， 有想法有设计，但真的怎么都赢不了。然后 carry 点确实强度也不够，就看着很绝望。卡萨呢，做这种奥特曼型打野也挺多年了，曾经他年轻的时候还被称为副厂长，后面变雷达，最后变披萨。然后看着他呢，现在还在那里和小花生、老登对决，就真的很奇妙的一种情绪吧。然后我看到卡萨在赛后采访中说，想展现一下自己宝刀未老的样子，我是真的有点泪目的。就是为了在一次世界赛舞台，我还在奋斗，然后想要给大家看我宝刀未老的样子吧，然后想要留一个最后一个帅气离场的英姿在这个赛场上。那厂长有一篇演讲，它的主题名字我非常喜欢，叫做在为梦想奋斗的道路上没有失败者。就在我们LPL现在啊，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职业选手去谈论梦想了，就因为你说了就会被笑话嘛。但是我们还能够看到卡萨他说他的梦想，尤其是经历了那么多后，还是愿意展现他作为竞技选手那种帅气的一面，我是真的有被感动到。我想起了一段话，就是勇气是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绝无获胜的可能，但你依旧选择坚持，并且无论发生什么都永不放弃。一个人很少能赢，但总会有赢的时候。在我看来，卡萨虽然是一个爱哭包，但为了梦想奋斗的模样真的很 man。也希望卡萨和这只闪电狼残魂能够走远一点吧，我会一直给你们应援的，加油！如果说 PSG 是情怀，那么 CFO 就是他们的未来。他们在和 T1 的对决中展现了他们 LCP 1号种子的实力。在 S5、S6 那个 LCK 最强的时代啊，湾友的抗寒奇侠就是我们老一辈观众不得不品的顶级享受。这场比赛经典就经典在，其实 T1 准备的挺足的，只是多兰一个逆天的处理毁掉一整局，而多个够的德莱文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把局势 carry 了起来，是近些年世界赛最夸张的德莱文表演。主要是整体局势要被 T1 拉回去时，这种关键节点出现的时刻，多个够一个人他都站出来了。我只能说，不愧是能让 UZI 替补的男人啊，他的状态真有点无敌了。T1 绝对是没有想到过多兰这么逆天的。本来一开始德莱文准备回家了，最后一波兵了嘛，结果因为多兰逆天摊了一个小兵，导致德莱文用 E 打断了他的隧道，然后直接就 A 死了。就挖掘机被越塔我有想过，但多个闪现都不用交，直接杀，我只能说有点超出想象了。这波影响最大的就在于暴风大剑出来了，本来女警换回来是可以拿下路线权的，结果这个暴风大剑在手，姑玛 UC 人傻了，这线怎么对啊？然后龙的节奏也起来了。当然，中期 T1 靠着他们更扎实的支援和兵线处理，其实反扑到了一些东西。但这把多够顶级理解啊，他饮血剑完以后选择了钢臂，这样配上布甲鞋，几乎就是不可能被单切的存在。而 T1 的上野作为切入手啊，他们是无法直接让 CFO 减员的 ，CFO 的3C 都不好杀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遇到的困境和镖局那场一模一样，他们站不住位置，因为辅助也是法辅，再加上多兰的选位差点味道，所以就感觉 T1 很难有连续节奏。中期有一波队友在上路被 T1 反打后，局势要崩了的情况，然后多哥哥直接站出来单杀了古玛 UC。从这里就看出啊，德莱文的这个半肉真的容错率有点小高了，就压制力真有点强吧。我的评价是可偷啊。之后的峡谷团呢，也是多哥一个人在侧翼勾引，直接让多兰加戏。本来多兰和 Owner 站在一侧抢位置的，结果多兰突然去侧翼的时候 ，Owner 他自己又上了。大欧这把也是布局模式啊，不带大脑在玩的，一边自己上了白送，另一边闪电顶空气。我是 T1 的双 C， 我人麻了，你们前排这样整，那你要我蛇女和女警怎么跟呢？最后给老李都打出倒三角了。何况 CFO 这边也不是只有德莱文，瑞兹加奇亚娜的中野后期声音也很大，然后 Driver 还是招牌赛恩，就 BP 拿得很舒服，然后最有可能出问题的下路又是无敌。相反 T1 这边状态非常低迷啊，别看多兰有2个单杀很帅 ，Owner 也有节奏在带，但实际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那种，说白了送的太大了，而找回来的太少。边线处理的再好，其实都不如团战打得好。虽然中期 CFO 也确实因为运营能力不足，有一些比较丑陋的画面，但问题是人家双 C 能兜底啊。红 Q 虽然有时候选择不够老道，但他是真敢打，年轻人就是要多操作。而且我感觉 LCK 那边对奇亚娜的应对真的不算老练。就当时 LPL 赛区奇亚娜100%胜率的时候 ，LCK 那边好像是0胜吧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赛区强度差点，所以胜率怪。那现在看奇亚娜强度还是高的。俊佳这把虽然失误不少，但他打团的思路包括发育这块都没毛病。
最后一波团除了正面外，可以看到奇亚娜基本就一个人把 T1 下路都处理了，所以奇亚娜的这个点，后续我认为是价值序列很高的打野选择。当然也非常期待 CFO 后面的一个发展。我记得他们赛区很多年都没有8强席位了，今年呢期待他们能够突破一下。虽然后续在和 AL 的 BO3 中惜败，但他们展现的对线处理啊、转线运营啊，真的会给我一种我靠这么强了吗的既视感。就 T1 这分丢的是不冤的，也希望 CFO 后面继续加油吧，8强是真的有机会。那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了，接下来一期呢，我应该会做大伙儿最喜欢的世界赛版本解读啊。现在我有点思路了，兄弟们可以点个预定，等我收集完数据，验证了想法后，再和大伙细聊我的新理解。